你说什么？我父亲出事了？真的吗？一心想着父亲赶紧死的埃克托，迷迷糊糊的听到这么一句话，整个人都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连说话的时候都不小心带上了几分兴奋。电话那头的里卡多不禁有些疑惑地问道：埃克托，你是不是没睡醒？我是说你父亲出事了，你怎么看着这么开心？埃克托这时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确实表现得有些过于激动，于是便赶紧改口说道：我确实是没睡醒，刚才做梦的时候还梦见美国人把我父亲放回来了，正高兴呢。说完，他连忙追问：里卡多叔叔，你说我父亲出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里卡多连忙道：我给你发了一段视频，你快看看。埃克托连忙挂断电话，点开视频。当他的父亲说出今天差点被杀的时候，他几乎把尿都吓出来了。他一直以为约瑟夫是暂时没找到动手机会，没想到约瑟夫已经动过手，并且失败了。不过好在视频里的父亲是向他求助，这也就意味着父亲并不知道是儿子要杀了自己，这让埃克托稍稍松了口气。看来约瑟夫虽然失败了，但好在他并没有出卖自己。可是这样的话，自己接下来又该怎么办？继续找机会干掉父亲，还是装作刚刚得知这一切？就在埃克托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的军师，也是他最信任的一位左膀右臂给他打来电话。电话一通，埃克托便开口问道：何塞，你看视频了没有？电话那头的何塞连忙道：老大，视频我刚看过，所以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你也看过了？看过了。埃克托有些焦急地问道：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让人干掉老家伙，还是干脆装傻到底？何塞问他：老大，抛开风险不谈，您更倾向于哪一个？埃克托毫不犹豫地说道：我当然倾向于把老家伙干掉，不然的话永远是个大麻烦。万一哪天他知道了事情真相，或者是美国人脑子不好，把他放出来，到时候我怎么办？说着，他试探性地问道：老家伙，这条视频发出来，黑锅就已经背在了罗斯柴尔德身上了。只要我做得干净利落，说不定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你说对不对？何塞沉思片刻，开口道：老大，理论上来说，确实是您想的那样。可是您考虑过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难道就心甘情愿地背这个黑锅吗？一旦他们查到这件事情是您干的，他们不仅会将事情真相公之于众，甚至还会去游说美国政府来针对您。到那个时候，桑切斯家族的其他人会对您不满，美国人对您也会充满敌意。万一他们和您父亲达成共识，美国人有可能会想方设法让他来取代您。到那个时候，在美国坐牢的可能就是您了。说着，何塞又道：老大，您别忘了，您的父亲在视频里向您求助，这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要是他还是死于意外，起步就等于告诉全世界，您连自己的父亲都保护不了。操！埃克托脸色一变，低声问道：那你觉得我该如何是好？何塞想了想，开口道：老大，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开抗议，先做出一个孝顺儿子在父亲遇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一定会做的表现，然后再放出狠话，只要您父亲有任何意外，整个桑切斯家族都会立刻发起报复。反正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誉已经崩塌了，这种时候最适合落井下石。如果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很脏，那这个黑锅他们就背定了。说着，何塞又道：至于您说怕罗斯柴尔德家族查明真相，其实这个不用担心，我们只需要把中间负责传话的人干掉，雇佣约瑟夫的证据链就会断掉。就算他们从监狱内部找到突破口也没用，没有证据，就算他们站出来说是您干的，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血口喷人。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说什么，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大家信什么。埃克托沉思片刻，反问：那按你的意思，我就不能把老家伙干掉了？是，何塞解释道。其实现在这种情况，要不要把他干掉已经不重要了，他活着才能对大家都好。
他要是死了，您颜面无存，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将信誉扫地，美国政府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只要大家都别冲动，这件事就能慢慢被大众淡忘。可谁要是杀了他，另外两方必定会拼命洗脱自己的嫌疑，到时候我们反而更被动。埃克托深深叹了一口气，咬牙道：现在也只能先这样了，希望美国人别把老东西放出来，也别拿老东西来威胁我。何瑟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自顾不暇，连霍华德都要夹起尾巴做人，短时间内肯定不可能再折腾出什么风浪。很快，埃克托便代表整个桑切斯家族，通过视频向美国政府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了抗议。视频中，他除了怒斥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还放出狠话，一旦父亲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便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面开战。网络上抨击辱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有发声，是因为霍华德现在已经成了网民头号攻击的对象，如果现在发声，等于是往全国人民的枪口上撞，一切还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做打算。就在桑切斯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忙成一团的时候，布鲁克林监狱也迎来了一个重大变革。赶来的 FBI 暂时接管了这座已经处于全美风口浪尖的联邦监狱，之前所有的狱警以及管理人员全部就地停职，等待调查。叶晨在牢房里都能听到执勤狱警正在被 FBI 逐个换掉，于是他便对古斯塔沃说道：古斯塔沃，一会 FBI 如果来了，说不定会把你带走单独关押，到时候你就老老实实跟他们去。古斯塔沃连忙问道：叶先生，他们该不会一直把我关在单人牢房吧？叶晨笑道：如果能保护你的安全，单人牢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古斯塔沃哭丧着脸说道：单人牢房就是个小黑屋，住久了会抑郁的。叶晨反问：那是抑郁了好，还是死了好？古斯塔沃无奈地说道：那肯定还是活着好。叶晨点点头，开口道：你发那条视频的时候，就等于已经放弃了你在这个监狱里的所有特权，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儿子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你都有所忌惮，同时也能让美国政府更加注重你的人身安全。特权虽然没有了，但是人还活着，不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吗？古斯塔沃无言以对。叶晨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还能活着，谁愿意就这么死了？于是他问叶晨：叶先生，如果他们调查白天的事情怎么办？关于您的事情，我也如实告诉他们吗？叶晨随口道：这眼看都快天亮了，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么快就展开调查，天一亮我就出去了，他们以后再怎么调查也和我没有关系，况且我也没什么值得他们调查的，给你特权的不是我，想杀你的也不是我，利用你控制墨西哥的更不是我，而我不过就是约瑟夫爸爸的老朋友，关键时刻说两句好话，救了你一命罢了。